好的，来看看今天是给大伙带来一个全新的合金弹头作品。大家伙啊，基本上屏幕当中95%的人都没有玩过吧？啊，困难难度，咱们选择这个这个人啊，咱们可能是一个新人啊。这个是一个训练兵啊，红色头发，很多人以为是那个艾瑞啊，也叫英里，但是其实不是啊。这里面呢，咱们是有2个训练兵，这2个人呢都是从训练营里面走出来的啊。这个姐们呢，她跟咱们刚才那个男的是一样的啊，她都是这个在这场战役当中呢，获得好评，然后呢从而成为这个咱们合金弹头官方主线的另外的2个主角啊，这是一个全新的这么一个人物设定啊。这里面其实正常来讲，咱们是有这个 Margo、Tarma、Irie 还有 Phil 的啊。这里面跟大家伙简单讲一下啊，其实这个游戏呢，它是有故事背景的。除了 Modern 呢，在第1代呢，它的这个设定呢是一个政府军叛变了，然后他儿子呢是惨死，然后他反叛，然后呢就不多说啊，包括反派的那个艾伦。而这里面呢，如果 Margo 的话呢，它属于一个什么呢？它最高是做到了这个大尉的啊，大尉就是比上尉还要再高一个级别，做到大尉还没有到校官的一个位置。然后呢，他是这个部队的这个算是1把手。然后呢，塔尔玛呢是副队长，是2把手。然后呢，费欧呢是精英的特种部队的这个队长。然后再加上那个艾瑞啊，艾瑞呢是修道院出身。费欧呢是一个富2代啊，他是一个富2代啊。然后呢，他的父亲呢就是希望生个男孩，结果没想到生个女孩。然后在全网2000有出场。这里面2个主角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2个主角呢，其实也是非常强悍的啊。不过呢，这个游戏咱们是有血量的。所以说呢，也就这么回事儿啊，也就这么回事儿。拉尔夫和这个怒队的人啊，什么拉尔夫啊，什么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合金弹头6里的作品，都是怒队里的这个 SNK 宇宙，它这个它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这里面跟大家伙说一下啊，这个游戏呢，由于是 GBA 平台，所以说它还有卡片的系统。这个卡片系统呢，大家伙啊一定要弄清楚啊，这个卡片系统呢是要搜集的。咱们这次呢是打的是就是速通，以速通为主啊，目的是高速通关，而不是打这个全隐藏要素。这里面呢有全隐藏的卡片，有全隐藏的这个人质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把这些东西都搜集了之后呢，有的这个卡片啊可以增加咱们的攻击力，比如说啊可以增加咱们的各种子弹的攻击力啊，每一个子弹都有一个专属的。还有就是说有的东西就是你要吃这个子弹的话，获取的这个补给就是乘以2。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坦克的攻击力的威力，也可以让咱们把坦克变成各种状态。比如说你吃了这个坦克，你可以把坦克改装成这个可以合金弹头5里面可以站立行走的那个坦克啊，也可以改造成这个超能坦克。啊，总体来讲就是有特殊卡片功能，这个功能啊确实非常的强悍，而且呢，咱们也可以改成就是比如说坦克车吧，坦克车呢咱们必须要用子弹才能打，但是呢有一个卡片你要吃了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刀去捅坦克，你甚至可以用刀把坦克捅死。这个一共有100个编号的卡片啊。一共有100个编号的卡片，非常的丰富，所以说这个游戏呢还是值得一玩的。只不过呢，由于啊它这个是 GBA 系统啊，所以说很多人玩的比较少。再加上呢，合金弹头已经被洗脑的就是前5部，在第6代和第7代呢，由于也是到了掌机上啊，所以说也是没多少人玩过。有机会呢，也会把合金弹头6和7，还有一些叉，包括 GBA 的这个特殊版本啊，全都做出来。而这里面呢，咱们的游戏剧情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里面呢，咱们是最开始呢，为什么一开始咱们上线是一个啊，对吧？一个军官，然后指挥咱们上岛。最开始咱们是训练兵，咱们是来训练的啊，并不是来打仗的。结果呢，这个岛呢被叛军占领了。好了，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熟悉的合金弹头3的日本兵，看不看见？这里面是被这个叛军占领了啊。被叛军占领了之后呢，咱们在这个岛屿争夺战当中，这2位主角，尤其是咱们这个小妹儿啊，是获得了非常高的这个成绩，最终咱们是获得了认可，加入到了这个特种部队，也就是费欧和艾瑞的那个特种部队啊。特种部队的军衔虽然说不大，但是费欧呢也是非常强悍。费欧的他的特殊能力就是补给加的非常多，而且呢他家本身就是富2代。他虽然说啊，他是这么说的，虽然说我不愿意打仗，我也不喜欢参军，但是我父母逼着我参军，我没办法啊。谁让我不是男孩啊，我是个女孩，我就不喜欢。但是呢，这个人呢还非常厉害，天赋非常高。
最终呢做到了特种部队的总队长。当然是虽然说是总队长，但是他自己说啊，我自己没啥能力啊，全是兄弟们的功劳。而这个队伍当中呢，这个副队长这个艾瑞啊，也可以叫英里啊，都可以。那个人叫爆破小妹儿，他的爆破能力是一流了啊。当然这都是合金弹头2以后才有的剧情啊。这里面呢，咱们只有这2个主角，就不多说啊，就不多说了啊。好，我们看看这个生命系统呢，还是给菜鸟了一些喘息的机会。咱们有的时候呢是要费生命的。因为大家伙看到了啊，在第1关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生命是费了很多啊。这里面呢不会被一下打死啊，确实也挺好。如果游戏做的没有这个的话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难，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打 BOSS 啊，咱们会有金卡啊，会有这个金色卡片。这个金色卡片是什么呢？就是好，咱们可以看到，把它给解救了之后啊，一个立正啊，但是呢前面有个陷阱，看这个军官看不看见这个陷阱？咔，哎。你以为是谁？好，大伙看这个角色感觉像谁？兄弟们，是不是像这个艾伦啊？像锦江？但是为什么有头发啊？为什么有头发，兄弟啊？他拿那把那个冲锋那个枪，那个大奔，肯定就是对吧？就是艾伦的枪，但他为什么会有头发啊？哈哈哈，这个太狠了啊！这个锦江长头发了啊，也是醉了啊。然后这里面呢，跟大家伙说一下，这个叛军，这个 BOSS 的这个卡片刚才没说完啊 ，BOSS 的卡片获得方式啊，每一关都不一样。比如说第1关，咱们一定要在10秒钟之内把这个 BOSS 打掉，就会获得一张金卡。第2关呢，应该是在90秒之内把 BOSS 打掉啊。然后再往后呢，有20秒的、15秒的，反正总之就是快速把 BOSS 秒了啊。你看，像这种卡片也是可以获得。咱们这个速通呢是没有这个获得全部卡片，还有全部人质的，为了快速通关嘛啊。但是呢，如果要是全隐藏要素的话，也是非常好看。好，你看这里面隐藏的这个卡片跟老头人质呢，有的时候卡片呢是人质给的，但人质呢你吃了之后呢也是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卡片系统呢是这个游戏最牛逼。他单拿出来这个卡片系统啊，是所有合金弹头这个游戏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合金弹头能够与之比肩的。但是呢，还是不出名啊，还是没办法，没有人玩啊。好，我们看看。直接过图，这里面有很多熟悉的这个，你看，他还想妄图把咱们的这个合金弹头坦克给偷走啊！这里面呢，咱跟大伙说一下啊，合金弹头1的剧情呢是独立的，它以前叫合金弹头之越南战役，它是纳兹卡，也是这个卡普空跟那个当时那个什么的那个厂商的母公司旗下的一间小公司，后来呢是被 SNK 收购了之后呢 ，SNK 呢加入了外星人元素，以导致呢这个游戏呢。不仅第1代啊人气很高，越做越好，也算是啊没有说像其他的游戏一样，第1代是神作，而第2代、第3代呢就变得越来越次。而这个纳兹卡的剧情呢是独立的啊，这个只有这个 Margot 和 Tarma 啊这2个角色。第2代呢就会有这个 Phil 跟 Ari， 然后第3代呢咱们大伙都知道也是一样。第4代呢由于是韩国人监制，多了2个韩国人原创的角色，而其他的人呢就是沦为配角了，主线是他俩。而这个合金弹头5呢，又是变成了对吧？大伙比较熟知的这个常规组合。合金弹头6呢，就不用多说了啊，是有怒队的参战，也是有这个也不能说乱入吧，毕竟都是 SNK 宇宙嘛，对吧？有这个拉尔夫、利安娜，还有这个利安娜那个版6代是没有的啊，是XX代才有。利安娜跟这个是拉尔夫跟这个克拉克。XX代呢是除了这2个人之外呢，还有利安娜。而这个合金弹头 A。其实这个版本啊不叫合金弹头 GBA 啊，你可以把它叫成合金弹头 A， 它就是叫合金弹头 A。还有一个版本叫合金弹头 Zero， 但是呢，我是没有找到有人玩啊，合金弹头 Zero。然后再加上还有合金弹头 3D 版，合金弹头 3D 版呢，我个人感觉啊，实在是有点不太好玩啊，我看起来就不好玩，所以说我就没给大家伙说，那个也是官方正版，是合金弹头3是正版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直接就走任务，好。音乐呢，有的音乐还是比较能配上套的。这里面呢，这两个人物啊，说白了也就是昙花一现嘛。因为毕竟啊，甭管是街机还是掌机，你会发现啊，这种类型的游戏呢是越来越不受待见了。你像那时候掌机，咱们都已经很多人就是玩画面了，像甭管说玩什么战神呐，还是说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游戏啊，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包括他们都联机了，对吧？谁能想到说走得那么快呢？所以说这些也就不开发了啊。
毕竟呢，做游戏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公司要生存啊，要生存的，对吧？你不赚钱，你还玩个屁呢，对不对啊？好的，看看合金弹头是有3D 版的啊，不要以为没有的啊，确实有。但是它那个3D 呢，并不是 FPS 游戏，它是有点类似于像这个 N64的那个超级玛丽的感觉一样啊。它是一个3D 的地图，就是，但是呢，它并不是说那种啊。好了，咱们打速通，然后那个坦克不要了。好，看看再走，这边往回拉。这个游戏剧情啊，就连如果你要打完整隐藏要素的话，就连是 TAS 作品也只能是38分钟才能通关。所以说，这个 GBA 版的合金弹头啊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的。如果有大神玩的话啊，你自己如果能搜集，我不介意给大家伙做人脑的这个全人质全卡片收集的啊，这是挺好的。做 TAS 的话，总有一种感觉啊，还是让大家伙觉得就是不太真实，因为 TAS 啊，毕竟还是有点赖嘛，对吧？咱们必须要有 TAS 配合人脑，你才会显出来人脑是多么的珍贵，对吧？非常的珍贵的啊。好的，看看这个地图呢，由于是掌机，你会发现分辨率好像有点低，它并不是不清晰啊，它是分辨率低，所以说呢，感觉人物比较大，地图比较小，你有这样的错觉，对吧？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如果你玩合金弹头6的话，有的时候呢还有视角拉远的那种感觉啊，非常的爽。尤其是当咱们这个跟火星人合作，跟那个火星的母体啊，它的名字叫火星之根，就是那个大脑。咱们如果搭乘它的这个，对吧？啊，这个你可以操控它，开着它走，然后这边有机枪可以控制，啊，那个地图会拉得很大。包括第1关的那个人体蜈蚣，第1关还有人体蜈蚣啊，也可以的啊。人体蜈蚣，大家伙听起来很恶心，但是确实是人体蜈蚣啊。好，可以看到啊，屏幕上多了很多东西的话呢，还是会有一点慢。来，这一关的 BOSS 呢，有点像那个96号飞机，有点像，但是它不放它。好了，可以看到正常咱们就该死了，但是由于有生命系统嘛，对吧？由于是生命系统，所以说无所谓。打 BOSS 的音乐还是一样的。上方有2个飞行员，然后正在发这个机枪。咱们现在有炸弹，好的，直接炸掉。这个 BOSS 啊，确实很难打啊。你想啊，在困难难度的情况下，然后咱们打了很多燃烧弹，还有这么多的炸弹，最终呢手榴弹都是没有把它搞死。想要过这个拿到卡片啊，确实是有点难。不过呢，还是拿到了啊。好，感谢我们的万师傅玩具店赠送1张办卡。我操，大哥！啊，你看这个设计就非常好了啊！你可以选择上来就是一手飞机，啊，上来一手飞机，然后呢把飞机自爆之后呢，就不是那个路线了啊！这种感觉，你看，咱们直接做降落伞，然后直接突入敌方基地，结果呢还挨揍了一下。这里面挨揍的还快速往下降啊！挨揍的话，哎，你看这些小兵为什么不打这个降落伞呢？为什么打咱们呢？不太理解啊，是不是啊？好了，剑哥一个88的霸气，支持我了。感觉这个 Modern 将军的士兵长得都一个样啊，感觉像一个妈生的似的啊。好，来看看前面是一个榴弹炮，这个 bug 还是有的啊，对吧？你只要离得稍微卡住距离之后呢，它就不会打你了。那这个设计啊就非常逗，榴弹炮的补给非常少。如果是 fail 的话，榴弹炮的补给会非常的多。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啊？合金弹头哪一座最有名啊？合金弹头叉呗，就是合金弹头2代的那个观改啊。最有名的就是合金弹头叉，其次是合金弹头3嘛。但是呢，你要说最有名的嘛，你要说最好玩的，我认为是3啊。然后剧情最好的也是3，但是呢，你要说剧情6好不好呢？我觉得除了3就是6了啊。这个剧情是最好的。最嘚儿的就是合金弹头4，还有这个合金弹头5啊，5是最嘚儿的。5其实本身挺好，在这个我记得是合金弹头手游啊，它是有官方手游的啊，在这里我不是在做广告啊，但是确实有。它那个手游里面就把合金弹头5里面那个最终那个 BOSS 啊，原本它不是死神啊，原本不是那个死神猫啊，不是那个冰死神，它原本的 BOSS 设计的就是那个上来就是戴那个第1关完事戴面具的那个老头啊，他是最后控制这个，他戴上面具之后呢，能控制这个远古机器，控制这个远古机器之后呢，这个他就是最终的 BOSS，这个在手游里面有啊。
6的剧情还好，对，3是跟6是有联动的，就像大家伙玩那个使命召唤，使命召唤呢，我记得应该是2468是一个体系，然后呢，是579是一个体系，啊，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579啊，还是3579，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使命召唤呢，那个时候我就说啊，现代战争，他是这个当时非常喜欢，最开始是老头对吧，队长。然后老头完了之后呢，应该是肥皂是吧啊？然后再下一步还是队长啊，还是那个老头。然后后来呢，579呢，第一部应该是梅森啊，第二部是7是梅森啊，5是那个谁，5是梅森跟那个俄罗斯那小子啊，跟苏联的那个人。然后7是这个梅森，然后9呢是伍兹啊，9应该是伍兹，还有梅森啊，9是梅森的儿子啊。但是呢，大多数讲的是伍兹啊，主要是啊。5和579肯定是联动的啊，你相信我啊。5是二战，我知道，但是5跟7是联动的。二战之后的冷战啊，那 Mason 是在的啊。好的，看看小狼在哪上的中学？我不是牡丹江人啊，我老家是这个一个小镇啊，一个小林业局。好，这个地图设计的非常逗啊。你这个坦克居然能在这种障碍墙上蹦来蹦去啊，这是什么原理呢？正常的坦克早就碎乎了啊，对不对？11我没玩过，我就玩过就是这么跟你说吧，我只玩过这个使命召唤啊，23啊2 3 4 5 6 7 8 9啊10我都没玩过啊。好，看看。我就是东方红的嘛，东方红林业局的啊 ，Harry Machine 的。是我知道7是出片，但是5的剧情是真接上了，对吧？5它跟7是真的接上了，你看就知道了，是真接上了啊。好的，对，雷兹洛夫是吗？啊。好，这是最后一关的 BOSS 啊！这关的 BOSS 其实挺难打的。好，有一个坦克就好说了。我们看看啊，这个 BOSS 呢，作为这个 Modern 将军的杀手锏啊，作为最后一关的 BOSS， 但总体上来讲呢，还是有点东西啊。它防御力非常高，而且它这个子弹看起来非常像这个《合金弹头4》里面那个博士，它这个光能激光设计可以反弹墙壁，然后进行折射攻击，也是非常屌。但是咱们还是有这么一个设定，就是说。啊，你可以选择这个通过载具的这个蹦来蹦去来实现无敌时间。好的，跳上来，你只有在这个位置上往上跳，这时候咱们就要逃开那个地方了啊。好的，这个地方看起来这个攻击像这是什么？有点像火星科技了啊，有点像火星的科技，而且有点像水雷的这种模型。我二哥家在饶河啊，二表哥家在饶河。好的，看看，好，又费血了。当然，这个费血其实真的无所谓。咱们看看这个补给非常多，有难度啊，有难度，还要被死了。还剩最后几发，好的，打掉落地，应该差不多了啊。这个后面还是看不到这个 BOSS 有多少血量啊，真心是有点难受啊。如果你能看到 BOSS 血量的话，就屌了。好，直接打爆，就差这么一内血啊。有没有无伤过关的呢？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你包括你像 TAS 作品，有时候它也会受伤。当然，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速度，费点血无所谓，也不影响咱们的机能，对吧？就这个意思啊。甚至咱们有的卡片可以让坦克短暂无敌，但是持续掉血。好，这就是我们的小妹儿啊。看这个画风呢，还是比较清纯，有点那种啊，有点那种这个印第安人的血统那种感觉。然后那个 Marco 呢，虽然说他是他是意大利人啊 ，Marco 他是意大利籍的这个人，所以说他是最终是这么个意思。这两个哥们儿啊，最终是通关了啊。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像这种作品呢，基本上没有多少人能看得到。到今天咱们这个平台能看得到啊，也都算是烧高香了啊。我狼也是非常贴心、非常负责任的给大家伙稍微讲解一下。那这个游戏呢，我也没玩过，兄弟们啊，我也没玩过。我想玩也可以玩，但是没那个必要。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咱们的残念西给大家伙表演了这么一个合金弹头的一个速通。
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全人物的全隐藏要素的这个东西做出来，还有就是 TAS 速通，再就是合金弹头的第1任务、第2任务，有没有高手能做啊？这也是新的版本。然后再就是合金弹头6，还有7，还有叉叉。当然呢，这个也是 TAS 作品啊，给大家伙补一下就可以，都是从国外转载的。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我们下期再见。